很多人以为善良就是积德，却不知道盲目的善良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坑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一生善良，最后却被善良拖垮，被自己帮助过的人反咬一口，晚年孤苦无依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要告诉你，有一种善良比作恶更可怕，那就是对不该宽容的人心软。今天这3件事，如果你还在忍让，那你不是在修行，而是在造业。我这一辈子见过很多人的命运起伏，发现一个让人心惊的规律。有一种人，他们一生行善，处处退让，从不拒绝。结果呢，晚年被人轻视，甚至被自己帮助过的人反咬一口，落得孤苦伶仃。而另一种人，懂得狠下心去拒绝，该划清界限的时候绝不手软，结果却是福报深厚，人缘反而更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老天不长眼吗？不是的，问题不在善良本身，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搞清楚哪一种善良是在积德，哪一种善良是在造业。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吉凶毁令生乎动，吉祥与凶险都是从你的行动中生出来的。你以为自己在做好事，但方向错了，做得越多，业障越重，造得越深。今天等我讲完这3件事，你一定会恍然大悟，原来命运的转折就藏在这3件事里面。第一件事，对贪得无厌的索取心软，就是在喂养对方的贪心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明明已经尽力了，他还觉得不够，还觉得你应该做得更多。如果你也经历过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那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你自己造的业。很多人听到这句话，心里会不服气，我好心帮人，怎么反而是我造业？对，先别急着反驳，听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。台北有一位退休老师，我们叫他阿明。阿明这个人一辈子乐善好施，从来不计较邻居亲戚有困难，他总是第一个伸手。他有一个侄子，20多岁，毕业以后找不到稳定工作，3天2头来找阿明借钱。第一次借5万台币，说是要交房租。阿明二话不说，当场拿出来，还帮侄子买了几袋米，说你先把日子过下去，钱的事慢慢来。侄子走的时候感激涕零，说叔叔，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阿明心里很温暖，以为这段善缘种下了。第二次借10万，说是要学技术买设备。阿明虽然心里隐隐觉得不对，但一想到血脉亲情，还是给了，只说了一句，这次要记得还哦。侄子点头如捣蒜，说当然当然，叔叔你放心。第3次开口就是20万，说要创业，说这次一定能成功，说只要这笔钱到位，以后赚的钱第一个还叔叔。阿明皱起眉头问道，上2次借的还没还呢，这次又是这么大一笔，你有什么计划让我看看？侄子脸色一沉，说叔叔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是你亲侄子，你不帮我帮谁？你不是常说血浓于水吗？你现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嫌弃我吗？我以为叔叔是最疼我的，没想到也是这样。阿明一听心里一虚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小气了，是不是太计较了，赶紧把话收回来，钱也拿出来，还加了几句好话安慰侄子。就这样5年下来，阿明借出去的钱将近150万台币，一分都没有回来。侄子不但不感激，反而在外面跟亲戚说阿明这个人小气，斤斤计较，当初借钱给他
是他多方哀求才勉强肯给的，搞得阿明在整个家族里名声很难听。阿明听到这些话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他想不明白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能这样说？你想不明白很正常，因为阿明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，他以为自己在帮直子这个人，但他帮的不是直子这个人，他帮的是直子身上那颗越来越大的贪心。易经64卦里有一个卦叫做损卦，很多人看到损这个字，以为是吃亏，以为是损失。其实损卦的真正含义是损去有害的东西，才能得到真正的益处。损卦的卦辞里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：损其疾，使有喜无咎。意思是，真正该损减的是疾病，是那些有害的东西，减损它才能带来喜悦，才能没有过失。可是阿明做了什么？他把自己的善意一次次浇灌在直子身上。那颗贪心不是在减损疾病，而是在给疾病施肥，是在帮助那颗贪心长越来越壮。佛家有一个概念叫共业。什么是共业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会共同创造出一种业力的方向。你以为你单方面在给予，你以为你的善良是单向流动，其实不是。当你一次次满足一个贪得无厌的人，你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，这颗种子的名字叫做索取无需代价。他从你这里学到的不是感恩，他学到的是只要我可怜，只要我哭一哭，只要我说几句重话，这个人就会给我。这个认知会跟随他一生，他会把这套用在所有人身上。那颗种子是你帮他种下的，那份业你也有一份。这不是单方面的事情，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造的业。我常常说，给予本身是善法，但给予若是出于恐惧，出于面子，出于敢拒绝，其功德会大打折扣，因为动机已经不纯。问题是，这种给予在另一端会喂养出什么样的心？阿明每一次的退让，每一次害怕被说不够善良而掏出来的给予，都在强化直子索取无需代价的认知。直子的贪心因为阿明的软弱而壮大，直子的傲慢因为阿明的退让而滋生。这是共业，两个人都脱不了干系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，那我不管他，任由他去，我不是很冷漠吗？这里就是善良和慈悲最精妙的分别。善良是一种感情，慈悲是一种智慧。真正的慈悲是帮人断因，不是帮人逃果。什么叫断因？就是帮他看清楚他今天的困境是什么因造成，帮他从根子上改变。什么叫帮人逃果？就是他种了不好的因，本该面对结果，你帮他把结果挡掉，他不用承担，他怎么知道要改变？他不会改变的，他只会等下一次有人帮他挡，然后继续种下一批不好的因。台湾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千层糕难教，学坏容易。大人也有责任，一个孩子学坏，大人纵容了多少就有多少责任。这个道理放在大人身上一样成立。你对一个成年人无限纵容，不是爱，是溺爱。溺爱的结果是把对方淹死，而你自己也跟着沉下去。阿明最后发现的那个真相就是这个，他以为自己在拉直子一把，其实直子站在岸上，是他自己越陷越深。那怎么做才对呢？给予之前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次给予是我真心想给，还是我不敢拒绝？第二，
我的帮助是在助他成长，还是在替他逃避他本该承担的责任？第三，如果我这次拒绝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他真的会一蹶不振，还是他其实完全能够自己想办法？很多人诚实回答第一个问题，才发现他们给出去的那些钱、那些时间、那些精力，大部分都不是因为真心想给，而是因为害怕被说不够善良，害怕失去对方的认可，害怕破坏自己善良好人的形象。这其实是一种披着善良外衣的自私，为的是维护自己心里那个好人的形象，根本不是真正在为对方着想。当你看清这个真相，你会发现拒绝不需要解释很多，不需要道歉，不需要补偿，你只需要平静地说，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帮你，就这一句，不多不少。真正的情谊是承受得住这句话的，承受不住的那段关系本来就建立在你的无限退让上，迟早要他斩断，不是放弃对方，而是停止为对方的恶因添柴，这才是真正的慈悲，这才是真正尊重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生命个体的方式。第二件事，对消耗你能量的负面情绪心软，就是在让自己的心变成垃圾场。这件事更隐蔽，也更普遍。很多人受害了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受害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？他不向你借钱，不要你做什么大事，他只是经常来找你说话，说他的烦恼，说他的委屈，说他觉得命运对他不公平。你呢，总是耐心的听，总是温柔的安慰，觉得帮人倾诉是一种善缘，是在积德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每次这种谈话结束之后，那个人神清气爽的走了，你却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好像什么东西被带走，要很久才能恢复。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你心不够强大，那是一个信号，一个你的内心在向你发出的警报，告诉你这里出了问题。台中有一位退休的公务员，我们叫他阿贵。阿贵这个人热心肠，嘴巴甜，邻居亲友有什么心事都喜欢来找他，说他有一个远亲，我们叫他秀兰。秀兰这个人不是坏人，但就是那种极度消耗人的存在。他每个礼拜都来阿贵家，一坐就是3-4个小时，说他先生不好，说孩子不听话，说邻居欺负他，说婆婆刁难他，说命运对他不公平，把整个世界数落一遍，然后拉着阿贵一起在那个充满怨气的情绪漩涡里打转。走的时候神清气爽，留下一屋子的抱怨。阿贵起初以为这是结善缘，是在帮助个需要倾听的人。他耐心的听，温柔的安慰，甚至专门为秀兰诵经回向，希望他能从那些烦恼里走出来。但秀兰从来没有走出来。他每次离开之后，下一次来访时，带来的是更多的抱怨，更深的怨气。仿佛阿贵的每一次耐心倾听，都给了他一个更大的容器，让他可以存放更多的负面情绪。阿贵越是温柔，秀兰来得越勤，说得越多，抱怨的层次越深。最让阿贵痛苦的不是秀兰本身，而是他发现每次秀兰离开之后，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平静下来。早晚诵经变得心不在焉，打坐时脑子里浮现的不是宁静，而是秀兰那张说个不停的脸，是那些怨气在心里来回流窜的感觉。他的内心越来越沉，就像一口本来清澈的井，被人一桶一桶的倒进污水，
却不给你进化的时间，给你喘息的机会。阿贵的女儿看不下去，对他说：爸，那个秀兰每次来，你就像被吸干了一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她来之前你是一个人，她走了之后你变成另一个人？阿贵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女儿说的是真的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帮秀兰，却没有发现，秀兰走了之后，他才是那个被留在原地，需要慢慢收拾残局的人。易经里有一个卦叫井卦，井卦的卦辞说：井养而不穷，一口好井能养活四方的人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但是井卦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爻辞，叫做井郭不食，唯我心恻。意思是，一口井如果里面积的污浊没有被清理，那是令人心痛的事。一口好井必须保持清澈，必须有活水流通，才能真正养人。如果一口井只进不出，只接受别人往里面倒东西，却从来没有净化和修复，那这口井最终会变成一口死水，不但养不了人，还会害了靠近他的人。阿贵就是那口井，他接受了太多别人倒进来的怨气和负能量，却没有给自己任何净化和修复的时间。他以为修行就是包容一切，以为越能忍受别人的负面情绪，修行就越深。但他忘了一件最根本的事，修行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心保持清明有力，而不是让自己的心变成别人情绪的垃圾场。我常说心是道场，道场是什么？道场是一个清净的空间，是修行的根基，是智慧升华的地方。一个道场是需要守护的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来，不是任何情绪都可以随便堆放。维摩诘经里有一句话：净心是道场，以无虚假，故净心就是真实清净的心，没有虚假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别人的怨气在里面乱窜。当一个人的心被别人的负能量点点侵蚀，这颗心就失去了作为道场的清净与智慧，就没有地方生根，修行就成了一句空话。我要告诉你，修行越深的人，不是越能承受所有人的负面情绪，而是越清楚知道哪些东西该接受，哪些东西该拒绝承受内心的力量，是通过持续的修炼和充分的修养生长出来的，不是通过把自己无限暴露在消耗里磨练出来的。就像一个人要练出强健的体魄，需要适当的锻炼和充分的休息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24小时不停消耗的环境里，然后期待某天突然变得强大，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，不叫坚强，叫透支。还有一个更深的道理，我一定要讲清楚：一盏熄灭的灯，照不亮任何人。阿贵以为他在为秀兰发光，但当他的内心越来越暗淡，越来越疲惫，他能给秀兰的只剩下表面的陪伴，没有任何真正的力量。真正能帮助别人的是一颗清明有力的心，而不是一颗被掏空的心。一颗被掏空的心，不但帮不了别人，还会连自己都帮不了。那阿贵最后怎么做呢？他开始减少和秀兰见面的次数，从1周1次改成2周1次。每次秀兰来，他不再陪着她在抱怨里打转，而是温和但清楚地说：秀兰，我最近需要留时间给自己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改天再聊。秀兰起初有些不满，觉得阿贵变了，变得冷漠了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没过多久，秀兰开始慢慢改变，因为她发现
阿贵不再是那个可以无限倾倒的容器，他的抱怨在这里失去了出口，他开始不得不自己面对自己，开始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。这是阿贵没有预料到的，他以为退后是放弃，没想到那才是真正让秀兰开始成长的开始。当一个人失去了倾倒的容器，他才会意识到那些怨气必须由自己来消化和转化，这才是真正的成长。没有人能替他做这件事，守护自己内心的道场，不是自私，不是冷漠，而是修行的根基。认出那个被掏空的感觉，不要压制它，也不要评判它，只是承认，是的，这让我疲惫了。然后问自己，我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来守护这颗心？答案可能是减少某种互动的频率，可能是在某些场合设立更清楚的界限，可能只是今天早一点结束对话，为自己留出一段安静的时间。每一个小小的守护，都是在为内心的道场添砖加瓦，都是在让那盏灯持续燃亮。第三件事，对自己心软，就是在用温柔的借口蒙蔽自己，耽误一生的成长。前面两件事讲的都是外在的关系，现在这第三件事是最深也是最难的一层，因为这件事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而且我敢说，这件事在做，很多人都在做，只是你从来没有意识到，那也叫造业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状态？有一件事你知道该做，但就是迟迟没有做。你不是不想做，你只是觉得时机还不对，还没准备好，等一下再说。结果等一下变成等明天，等明天变成等下个月，等下个月变成等明年，最后等到连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我到底还要等多久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你心里说，急，再等等，还没到时候，先照顾好自己再说。那个声音听起来多么温柔，多么合情合理，但你没有想过，那个声音到底是在保护你，还是在困住你？我要告诉你，那个声音很可能就是你这一生最大的敌人。高雄有一位50多岁的老板，我们叫他志雄。志雄年轻的时候做生意做得不错，有自己的工厂，手下几十个员工，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后来遇到市场变化，加上几个判断失误，生意失败了，欠了将近800万台币的债，把祖传的房子卖掉，花了2年才还清。那2年是志雄这辈子最难的时候，他心里那道坎一直过不去。还完债以后，志雄跟家人说，没关系，我重新来过，等景气好一点，我再出来做。第1年，他说现在景气不好，外面竞争太激烈，再等等，时机未到。第2年，他说我身体最近不太好，老毛病又犯了，等身体好一点再说，身体是本钱嘛。第3年，他说我在研究方向，现在市场变化太快，要想清楚再动，免得又走错路。就这样，3年过去了，志雄什么具体的事情都没有做，只是每天在家里看电视，打打麻将，偶尔跟老朋友喝茶聊天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说一次，快了，我快想好了，到时候一定要好好干。志雄的太太不说什么，默默出去找了一份工作，撑着家里的开销，儿子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有一天实在忍不住，对志雄说了一句话，爸，你不是在等机会，你是在等一个不用改变的理由。这句话像一根刺，精准地刺进了志雄心里最深的地方。他当场没有说话，沉默了很久。那一晚他睡不着，
反复在脑子里转。等一个不用改变的理由，他越想越心惊，因为他发现儿子说的是真的，他不是在等时机，他是在等一个让他可以不动的理由。而这3年里，他已经找到了无数个这样的理由，每一个都说得通，每一个都显得那么合理。这就是我要讲的第3件事里最核心的问题。我执，很多人听到我执这2个字，以为是傲慢，以为是固执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我执最隐蔽也最危险的形式，不是傲慢，而是以温柔对待自己为名，行逃避成长之实。他不以强硬的面目出现，他用的是你最熟悉、最柔软的声音来说话，让你完全无法识别他的真面目。他不说我不愿改变，他说我先准备好。他不说我在逃避，他说我在好好照顾自己。他不说我害怕失败，他说时机未到。他不说我已经放弃，他说我还在想。每一句单独拿出来，听起来都像是智慧，都显得多么合情合理。但合在一起，它们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，把你和真正的成长隔开。而你摸着那道墙，感觉软软的，还以为那是在保护自己，其实那是一个牢笼，你住在里面，还以为是在享受。易经64卦里有一个卦叫蒙卦，蒙者，蒙昧也，被遮蔽，看不清楚。蒙卦最深的一层含义，不是外在的蒙昧，而是自蒙，就是自己蒙蔽自己。一个人最深的蒙昧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明明知道，却给自己找100个理由，不去面对，不去行动。志雄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振作，他的内心深处清楚得很，他只是一直用各种温柔的借口把那个知道藏起来，不让他逼着自己行动，因为行动意味着可能再次失败，而再次失败是他不敢面对的。金刚经里有一句话流传千古，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句话里有一个字，住非常重要。住在佛法里，不只是物理层面的停留，而是心对某种状态、某种自我形象、某种习惯的执取与依附。志雄住在哪里？他住在生意失败的受害者形象里，住在等时机这个永远说得过去的理由里，住在那个柔软的永远可以再等一下的自我里面。他不是没有能力改变，他是住在一个让他不需要改变的地方，住得太舒适了，舒适到已经感觉不出来那是一个牢笼，还以为那是家。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最深的感悟之一就是时与位这2个字。天下万事最重要的就是这2个字。每一个卦，每一个爻都在讲，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位置，你应该怎么动，应该怎么应对。该动而不动，在易经里叫做失时。失时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时机一旦过去，再好的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。志雄等了3年，他以为自己是在等好时机，其实他是在失时，是在把一个本来可以重新开始的窗口一点一点的浪费掉。他越等，心里那道坎越高，越等越难开始，因为等待本身会让一个人越来越习惯不动，越来越把不动当成常态，最后连动的念头都慢慢熄灭。大般涅槃经里说，众生的心有2种动向，一种是趋向觉，走向觉醒；一种是随习气和执念往更深的迷失里走。我执最隐蔽的一种形式，它不需要用贪婪或愤怒来运作，它只需要用不要太急，你还年轻，等一下再说，等时机好了，等身体好了，等想清楚了。这些听起来毫无问题的声音，
就能把人困在原地，一困就是一生。对自己心狠，不是要你惩罚自己，不是要你否定自己所有的感受，不是要你变成一个不知道休息的苦行者，而是要你有勇气对那个声音说，看见你了，但我不跟着你走了。志雄听完儿子那句话以后，沉默了3天。第4天早上他起来，没有等景气好转，没有等身体完全好，没有等想清楚，拿起电话打给一个多年的老朋友，说，老林，我想重新做点事，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人，能不能帮我介绍认识一下？就这个电话，3个月以后，他有了一个小小的新起点，生意很小，比以前差远，但他动起来了。他从那个住了3年的地方走出来了。他后来跟我说，我发现那道墙其实从来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厚，一推就开了。原来让我迈不过去的不是墙，是我自己，是我不肯推。从极小的地方开始，不需要一下子改变全部，给自己设立一个极小的不容妥协的行动。今天不管多不想，我坐下来5分钟，这个礼拜我打一个一直拖着没打的电话，今天我把那件压在心底3个月的事情写下来，就只是写下来，让那个等一下的声音出现，然后选择不跟着他走。日积月累，这种微小的不顺从会慢慢改变你和那个声音之间的关系。你会开始发现，那个声音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有力量，它只是一个被你长期喂养的习惯。当你停止喂养，它会慢慢变弱，你会慢慢找回那个做自己主人的感觉。真正善待自己，是让自己成长，而不是让自己停留。纵容从来都不是爱，不管是纵容别人，还是纵容自己。讲完了这3件事，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你以为自己在给予，最后却发现是自己一点一点被掏空，被耗尽。而那个你一直在帮的人，不但没有变好，反而越来越依赖你，越来越不把你的付出当一回事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？你以为自己在包容，在结善缘，最后却发现是你害怕不够善良，是你害怕被说自私，所以给的比任何人需要的都多，牺牲了自己的平静，换来的是对方越来越大的要求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？你以为自己在善待自己，在等待时机，最后却发现那些等一下再等时机未到，把你带到了一个你从来没有打算去的地方。这3件事有一个共同的起源，那个起源不是你不够善良，而是你的善良缺少了一样最关键的东西，叫做智慧。我研究易经一辈子最深的体悟，就是慈悲是心的温度，智慧是心的形状。没有形状的温度，流散而无力，像水一样流到哪里都渗进去，但哪里都撑不住。没有温度的形状，冰冷而无情，坚硬却脆，碰就裂。两者合一，才是真正能在这个世界行走而不迷失的力量。对贪得无厌的索取心狠，不是绝情，是看清楚共业的真相，是用真正的慈悲来回应，帮对方断因，而不是帮对方讨果。对消耗你的负能量心狠，不是冷漠，是守护内心的道场，是让那盏灯持续燃亮，因为只有燃亮的灯才能照亮别人。对自己心狠，不是自我惩罚，是第一次真正做自己的主人，是把那个住了太久的舒适区推开，让真正的自己走出来。
这三种心痕，说到底有一个共同的底色，叫做清醒的爱，清醒的爱自己。所以不允许自己一遍一遍的把你绕在圈子里，清醒的爱他人。所以不以软弱的妥协来喂养对方的贪念，不以无边界的倾听来助长对方的怨气，清醒的守护自己的心。所以不让它沦为无边际的倾倒场所，不让它在消耗里一点一点的熄灭。法句经里有一句话，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，自己才是自己的归处，其他任何人如何能成为你的主人？这句话不是在教你自私，而是在告诉你，如果你连自己都守不住，你所谓的善良只是用一种更体面的方式把自己推向深渊。你守不住自己，就守不住那些你真正想要守护的人和事。金刚经的最后有一句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不是叫你对什么都无所谓，而是在提醒你，所有的执着，包括对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自我形象的执着，包括对我一定要帮他的执着，包括对我现在还没准备好的执着，都是幻想，都是让你无法真正自由的幻想。当你放下那个非要证明自己有多善良的心，你才能真正自由的选择，何时给予，何时拒绝，何时伸手，何时放手，何时对他人温柔，何时对自己下刀。真正的善良是一种选择，不是一种证明。你不需要用无限的退让来证明你有爱，不需要用无限的消耗来证明你在修行，不需要用无限的拖延来证明你在善待自己。你只需要在每一个当下清醒地问自己，这一次真正对的事情是什么，然后有勇气去做它。易经讲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。君子以厚德载物，自强不息，是对自己的那份不纵容、拖延，不住在借口里，厚德载物，是对他人的慈悲，真正的承载，有根基，有边界，有智慧。这两件事从来都不是对立的，他们是同一条路上的两条腿，少了哪一条，你都走不远。能斩断这三种业的人，才真正活明白。命运从来不是注定，命运是你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堆积出来的。今天你选择清醒，明天你的路就会不一样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我，曾老师，我明白了这三件事，但我有一个困惑，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拒绝是智慧，而不是自私冷漠？我怎么知道我划的那条界限是智慧，而不是自私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判断一个行为是智慧还是冷漠，从来不看行为本身，只看一件事，就是动机。同样是拒绝，动机不同，结果天差地别。如果你的拒绝背后是清醒的，是真的看清楚了这段关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，是出于对对方长远的真正关怀，那它是智慧。如果你的拒绝背后是厌倦，是逃避，是对那个人的轻视，甚至只是因为麻烦，那它只是自私，只是披了一件佛法外衣的冷漠。智慧与冷漠之间只有层之隔，那一层叫做动机。但是动机这件事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于你常常会骗自己。你以为你是清醒的，你以为你是在做智慧的判断，但其实你只是累了，你只是不想面对那个人带给你的麻烦，你只是在用道理来给自己的逃避找一个体面的出口。所以我建议你在每一次做这种判断之前，
先静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件事对我完全没有代价，我还会这样做吗？如果答案是会，那你的动机是干净的。如果你发现你的拒绝其实是因为太麻烦、太耗精力，不愿意付出代价，那你要诚实的承认，那不是智慧，那是在逃避。诚实面对自己的动机是修行里最难也最重要的一步。我还要讲一件事，很多人以为只要学会了拒绝，学会了设立界限，学会了对自己狠，人生就会变好。这个想法太简单了。拒绝只是第一步，拒绝之后，你怎么面对那段关系？怎么面对自己内心的愧疚感？怎么在不伤害真情的前提下维持真正的界限？这才是更深的功课。很多人第一次开口拒绝，内心会有一种强烈的愧疚感，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是不是对不起对方？是不是破坏了那段关系？我要告诉你，那种愧疚感是正常，但你不能让它牵着你走回头路。愧疚感的存在不代表你做错了，它只代表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一个在意关系的人。但如果你每次因为愧疚感而妥协，那愧疚感就成了别人控制你的工具，成了你一次次退让的理由。易经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悔，在易经里，悔不是后悔的意思，而是一种自我检视的能力，是看见自己的不足，然后调整方向的能力。真正懂得悔的人，不是那种一做错事就捶胸顿足，沉浸在愧疚里不能自拔的人，而是那种能够冷静地看见问题，做出调整，然后继续前行的人。悔而不吝，这才是易经说的那种修行者的心态。当你第一次拒绝了一个贪得无厌的人，你可能会感到愧疚。这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推翻那个拒绝，而是在内心做一个清醒的确认，我这样做是对的，因为继续给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。我不是在伤害他，我是在尊重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，必须自己面对自己的因果。这个内心的确认会慢慢把那种愧疚感转化成一种平静的清明。真正的善良是一种选择，不是一种证明。你不需要用无限的退让来证明你有爱，不需要用无限的消耗来证明你在修行，不需要用无限的拖延来证明你在善待自己。你只需要在每一个当下清醒地问自己，这一次真正对的事情是什么，然后有勇气去做它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。君子以厚德载物，自强不息，是对自己的那份不纵容。厚德载物是对他人的有智慧的慈悲。这两件事从来都不是对立的，他们是同一条路上的两条腿修行。就在你每一天的选择里，今天你选择对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说不，那是修行。今天你选择把时间还给自己，而不是继续坐在那里听别人的抱怨，那是修行。今天你选择放下那个等一下站起来做那件你一直在拖延的事，那也是修行。修行不在庙里，不在经书里，修行在你每一次清醒的选择里。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最后的感悟只有一句话：易经讲的所有道理，归根到底只有4个字：与时俱进。不是跟着潮流走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清醒的判断什么是这个时机最该做的事，然后有勇气去做。能做到这4个字的人，不需要算命，不需要占卜，因为他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清醒的，他的每一步都走在正确的位上。
命运自然会给他最好的回应。愿你听完今天的内容，能够带着一份新的清明，重新审视你生命里那3件事。愿你的善良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一种证明，而是一种真正自由的选择。愿你活得清醒，愿你活得有力量，愿你活出真正有智慧的慈悲。阿弥陀佛。